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 G， 选中国广电。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白燕怡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还有我们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欢迎2位。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他总是敏感多疑，不相信我。他和女同事走这么近，我真没办法相信他。我觉得2人吵架也不能耽误工作，他总是不顾全大局。他就是天天拿工作当幌子，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把人想得那么阴暗。他觉得都是我的问题，我真没法跟他沟通了。有请这对嘉宾，有请。男嘉宾许先生26岁，来自沈阳销售；女嘉宾白女士22岁，来自沈阳销售。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谈了多久啊？2年多。我在公司实习的时候认识他的。哦，现在还在一个公司吗？在呢。今天为什么来？我想让他辞职，因为就是他公司里一直有一个挺暧昧的女同事，然后我就挺介意的，我觉得有这个女同事在，我俩就好不了。因为我并不觉得我俩存在这个暧昧的关系，我觉得都是他胡思乱想，自己的臆想。我觉得就因为他的一个想法去放弃一个薪资比较不错的一个工作机会，不太靠谱，有点欠考虑哈。至少说说吧，怎么会有这感觉的？就是我俩刚开始认识也是因为一起进公司认识的，然后刚开始我对他挺有好感的，但是我一直没说，因为我看他跟那个女同事天天形影不离的，我觉得他俩好像才是一对儿呢。然后直到有一回我在早餐店上吃早餐，碰见一个男同事，他就以为是我和那个男生一起早上约好了吃饭，他就挺吃醋的，然后他就跟我表白了，之后才知道他喜欢我，我俩就这样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就会跟那女同事保持距离，但他还是没有，我就觉得他挺过分的。这个不保持距离到什么程度？咱们得听听啊。就他俩天天都是凑在一起嘻嘻哈哈的。就比如说，有一次开会吧，我们就是在楼下碰见了，有个男同事，他就跟我打招呼，问早上吃饭没。他一听见他不高兴了，他直接就上楼了。跟这个没关系，因为前一天晚上我俩已经是吵架了，已经生气了。不是这个上楼了是你们俩的事儿，是他生你的气啊，跟那女同事没什么关系。对，但后面就有关系了。他生气了，他一进屋直接就坐那女同事旁边了。屋里明明就有好几个座，他非要坐那女同事旁边。解释不是，是因为我俩前天晚上已经生气了，然后第2天我俩是分别去的公司，在公司楼下我就看到他跟其他男同事就呲个大牙，跟那仰天大笑，嘻嘻哈哈的，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嘛。然后其实上楼了也没有故意而为之吧，因为其他的空座位都是挨着领导的嘛，那挨着领导我觉得比较尴尬，所以我就顺势而为，坐在这个女同事的旁边。其实这就没意思了，你让我吃醋，我也让你吃个醋，直接说不就完了吗？对，绕来绕去的，这不算啊，这是属于置气。那还有其他的证据吗？就是他开会的时候，他都一直跟他坐的老近了，他俩一直嘻嘻哈哈的，开会就开会，有什么好笑的？因为已经工作1年之久了，已经从这个同事升级成为朋友了嘛，已经比较熟络了。无论我坐在哪个男同事旁边还是女同事旁边，就是我都会跟他就是聊聊天啊，就说说话呀。我就是觉得你们2个有事儿啊，那我怎么只在意他呢？你跟别人我都没说啥呀。那只是你自己臆想的，自己多猜测的呀，就是凭空想象吧。那又是我凭空想象。还有一回团建，就是我们大家团建结束了，都在路边打车要回家呢。然后他就和那女生在一旁边，一开始我都没过去，我看他俩拉车手都要亲上了，我才过去。啊，他夸张了，根本都没要亲上，因为不是你是想亲上是吗？不是，没有，根本就没有亲。我一点也不想亲上，因为当时为什么拉扯？他确实他拽了我一脚一下，因为当时团建嘛，然后我们就是大家都喝的比较多，在团建的过程中呢，我的手机放在桌上了，他手扒拉给我的手机摔地上了，然后他就说去赔偿我这个手机，但是因为摔的是这个手机的后边这个屏，而不是前屏，
就是我们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这个后屏大概需要多少钱嘛。团建结束了，他就说要赔偿我这个手机，我就觉得我就不想和任何的朋友牵扯上这些什么赔偿啊、什么利益上的这些金额上的一个对往来啊，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啊。然后我就再三的推脱嘛，我要走的时候他就拽了我一下衣角，他说：“哎，你说吧，到底多少钱，我就赔给你。”就是这样。这解释通。但是那个你怎么不说他给你转多少钱呢？那后屏一般就是3、4千块钱，他给他转个666啊，那你正常你不知道，你看怎么地你得转个1000、2000的吧？他就一直在那磨叽，我觉得他就是拿这个打幌子，他就是想跟他在那拉扯扯，在那挑衅我呢。哎呀，现在明白为什么公司不让员工谈恋爱了，确实比较麻烦。行，还有别的吗，姑娘？还有。就算他对那女孩没意思，我觉得那女孩也是没安好心。哎呦，他俩天天微信上聊天，之前他俩在一个组，工作有交接也就算了，现在都不在一个组了，根本就没有事情可说，他俩还是天天聊。聊啥呢？就是聊一些，就我的事儿啊，问我俩最近怎么样啊，吵架没有？就是每次他都说他想问那女孩是怎么对我好，有时候生气了哄哄我，但根本就不是，那女孩可没说什么好话。他有点就是故意揣测别人的，因为我最开始入职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和这个女孩是一个组的，所以我俩就是最先熟络起来的嘛。这都快2年了，工作也成为朋友了。确实可能就是有时候聊聊天。后来我跟他在一起之后，确实这个女同事就有时候还会问，就是你俩最近有没有吵架呀？那是因为最开始我俩没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经常就是向我这个女同事咨询，就是说怎么去追她呀，或者怎么样。然后她有时候会给我出一些主意什么的。问一问题啊，这女生喜欢你吗？不喜欢我，哪有那魅力？一个公司俩女都喜欢我。确定吗？我倒没问，我说你喜不喜欢？不，你自己感觉吧。我感觉不喜欢。你也不是个木头，对吧？对，但我感觉不喜欢。不喜欢是吧？对。没有，我觉得他就是在装傻呀。那女孩她一直都挑拨他，他就耳根贼软，人家说啥他都信，他都往心里去。怎么挑拨的呢？就有一回洗面奶用没了，然后他说行，那正好下班一起去买个洗面奶。正好你缺啥都一起买了，本来这挺正常的事儿嘛。然后上了个班，他回来就说不买了，他说我误着，说我管他要东西，又是那女同事说的，我都看见了，我都有聊天记录啊，你瞅吧，你看都是那女同事说的啊，别我要什么都给我买，他就是觉得啊太惯着我了，没有必要对我这么好。不是你的重点在这儿啊？我觉得有问题，重点在第一句，哎，有2K 吗？这是要借钱的意思啊？因为当时已经是月底了嘛，我们的生活费已经没有多少了。看他洗面奶没了嘛，我就合计他有没有其他需要的，然后我就问他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需要什么面霜啊、气垫啊、散粉一些什么的。我就说那行，那晚上就一起顺势就给你买了。但当时我确实月底了嘛，没有那么些零钱了，然后我就去管这个女同事去借钱了。后来这个女同事确实也没有借给我这个钱。行，这个不重要了先看男生的态度啊。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我想对他好，这态度没问题啊。但是下面可就有问题了，你觉得这女生喜欢你吗？我觉得不喜欢。哎呀，跟他在一起玩玩就行了，你别太傻了。我能害你吗？如果说这样的聊天，这个女生不喜欢你，连鬼都不信。哎，你看，对吧？于老师都看出来了，那白老师，这女生发这什么意思啊？算喜欢吗？这喜欢、嫉妒、挑拨都有。我觉得你也坏，你能不知道吗？你怎么可能感觉不到？都这么明显了，我能害你吗？这别装了，玩就算了，什么呀这是？解释不清了吧？不是你就别搭理他不就完了吗？女朋友介意。是因为那时候确实没有钱嘛，我觉得跟他关系比较不错嘛，然后我就想这个我们挺你，确实有问题。还有别的吗？就是后来那女同事她确实一直挑拨我俩。就是还说我不如他前女友，就有一次午休的时候，我就看手机，我看一个包挺好看的，我就问他好不好看。那女同事一下就把头凑过来说：“哎，我前2天看你刚买个新包，怎么又买新包啊？你买那么多背得过来吗？”就这么说一句，然后他也没说啥，我感觉他就很明显阴阳怪气儿。不是，我是没说啥，因为我已经无话可说了。不管这个女孩她阴不阴阳、怪不怪气，这个事儿确实我个人也觉得她是做的不对的。就像她刚才自己也说了，刚买一个包，然后又要买一个包，而且都是那种就是名牌的，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也不过年不过节的，也不是什么纪念日，你老要买这些昂贵的东西，我觉得一点用处也没有，更何况你就刚买完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跟那个女同事
是一个想法，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我跟其他人也是一个想法，是吧？还有别的吗？然后他后来他就说了啊，你一点都不如我前女友，我前女友就不会像你这样花钱大手大脚的。谁说？他说的，但是就是因为那女同事跟他说，所以他才这么说。这女同事怎么会跟他说前女友的事儿呢？女同事也认识我的前女友，因为我跟这个女同事最开始的时候，我入职这个公司我不是单身嘛，然后我就是跟这个女同事比较熟络嘛，然后就我俩就一起聊自己的前男友前女友来的，然后他就这样说我。他除了比你没他前女友节省，还比什么呀？还说我一来就像小公主似的，什么也不做。他前女友就是啊，又给他收拾卫生啊，然后做饭也是他前女友做，然后我什么都不做。就这事儿是因为有一次啊，我们就是同事来家里吃饭，我招待他们，给他们拿点水、洗点水果呀，然后他就是在厨房在那忙活，我就没第一时间过去。他就说了啊，你为什么不马上进来帮我？你怎么一点眼力见没有啊？但这话我明明是去端菜的时候听那女同事说的。他总是介意这个话是从谁的口中说出的，因为其他的当然了，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从谁的口中说出来的？是从这个女同事口中说出来的。这很重要啊！你接着解释。对，因为我觉得其他的同事也会这么说，只不过可能其他同事跟我玩的没有那么好，人家也不会去点评嘛。是因为我俩一起去招待我们的同事，他还是自顾自的跟那玩，我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就不能进来帮我忙活忙活呢？那打你心里觉得他跟你前女友谁更贤惠呢？打我心里边觉得，我这问题就叫坏，你知道吧？所以你仔细想想，你有没有在他面前这么比较过？那就是经常被这个耳边风吹，我自己心里边肯定会有。谁的耳边风吹？女同事的耳边风吹。那都承认了嘛，这事儿就昭然若揭了嘛，就没什么了。下面要问几个问题啊，先问你，他就不想让你跟那个女同事再往来了，做得到做不到？可以做得到。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看上他啥了？看上他啥了？我觉得看上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所以我看上他了。你确定吗？我确定，因为你比如说你图她个高啊，或者图她漂亮啊，那不是就是有所图吗？但是你真你本来就有所图啊。但我真喜欢人是没有原因的吗？我觉得。好，那你图他啥了？我觉得他挺搞笑啊，他就是很幽默啊。所以啊，这姑娘就单纯呢。她不好的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你先回答。我觉得缺点就是比较爱胡思乱想吧，然后就是想一出是一出然后还有就是他确实家务也不做，就是连简单的擦拭地板，我觉得都做不到。所以他是一个好妻子的选择吗？我觉得是，要不然我也不能跟他这段感情维持这么久嘛。好，他有什么缺点？他就是分不清别人到底是真对他好，还是就是跟他表面上虚情假意的。他就是觉得，谁都跟他好，别人说话都是真，他都信。所以我突然在想，就是如果没有那个女同事的话，你觉得跟他谈恋爱还有滋味吗？我觉得要是没有那女同事，我俩都挺好的。你仔细想想，如果没有那个女同事的话，我觉得你们俩恋爱谈的索然无味啊，因为没有属于你们俩的一些东西啊。你一直在跟这个女同事较劲呢。因为他就一直在挑拨我俩，就是什么事走哪儿都有这女同事。对，所以那你觉得如果没有这个女同事了，你们俩这恋爱还怎么谈呢？那我俩就不会有那么多架吵了呀。那怎么会呢？还是要不拖地的。对。所以到底是因为这个女同事的存在影响了你们的爱情关系，还是因为这段感情当中到底缺了点什么？你们应该听听老师们的分析。离职这个事儿，姑娘，我觉得确实有些幼稚。我们不要去因为恋爱关系左右别人的人生，咱没这个权利。老师们，你们看看这应该怎么办吧？小伙子表态了，我可以不跟这个女生联系，但是人家还会跟你联系的，这可咋整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首先，我认为你和女同事之间这件事，女生绝对不是胡思乱想。你认为只是同事关系，没有其他关系，但是林林总总，让我们都能够感觉到，你们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同事关系。你不用否认，你对这个女同事是有好感的，
很多行为是不由自主的。这样的聊天，他已经深深地介入到你的情感世界了，而且和你是无话不谈的。从这个聊天记录，他是局外人，被你们两个人评头论足，然后你们去达成一致。即便那个女同事暗恋你，如果你对她没有感觉，你在乎她的感受，那也是不由自主的会和那个女同事保持安全距离。但是你都没有，你在享受着有两个女生关注你那种感觉。但你不要忘了，你和她是明晰的恋爱关系。所以今天你必须明白无误地告诉女生，爱不爱，要不要继续。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女生不用担心女同事的问题了。男生，你真的不知道那个女生对你有意思吗？真正的不知道吗？是真正的不知道那个女生对你有意思吗？不是，因为我管控不了。我问的是你真正不知道那个女生对你有点意思吗？也许有吧，但我不觉得。也就是你其实是知道她对你有点意思的，只是你不想去想而已，所以你才知道你可以借助她对你有点意思，能够跟她保持这种关系。你知道你在感情当中最可恨的地方在哪儿吗？你用倒醋的方式来解决她的吃醋。你把你们的关系搞得越来越糟糕。你知道他特别忌讳你跟那个女生联系，但是你知道你只要跟那个女生过去了，他的醋意更浓了，你能够更好的占有到他。所以这叫用倒醋的方式解决吃醋的问题，这不是一个解决恋爱问题的方法，这只是增加了恋爱的矛盾。所以姑娘，我想告诉你，如果你今年22岁，你只是想谈恋爱，恋爱谈够了，可以该分手分手了。那个女生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同样这个男生也可以成为过去式，没有任何意义。恋爱的目的是要让你觉得心安和享受到爱情的滋味，你没有享受啊，谈了2年恋爱，吃了一肚子醋，今天醋没了，你也该清醒清醒了。我最后一句话告诉你，一段真正的爱情，当你踏入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那就是一段好的爱情，且这段爱情能够长久。但是你踏入一段爱情的时候，你进去发现乱七八糟的，你搞不定，然后那么多的事情搞得你一头雾水，而且你觉得自己搞得很疲惫，那绝对不是一段好的爱情。这种所谓的爱情就可以放手了。两位好，咱俩一个姓儿，所以我自以为是的一个长辈来说你2句。我觉得你太幼稚，找对象结婚，你身边的这个人他不欠你的，他爱你是因为你身上有值得他爱的东西，而不是因为他欠你的，他要像你爸妈那样去无条件的对你好，那叫恃宠而骄，那种骄只能够去把男孩子对你的爱慢慢的消耗没了。第二个幼稚的点，你觉得这个男孩子辞职就真的解决问题吗？看不见他的地方，你就觉得那就是安全了吗？你以为你的问题是他和那个女孩子同在一个公司，所以才出现的吗？你的问题是对于男人的审美能力有问题。你觉得他这样叫风趣幽默吗？多油腻呀！一个26岁的一个男孩子，当我们赵超老师问说，哎，你喜欢他什么？啊，爱是无条件的。什么爱是无条件的呀？一个年轻人都不知道我自己爱的是什么。这个女孩漂亮、温柔、美丽，又勤奋能干，然后又温柔体贴。虽然她身上也有爱，有点娇气，有点这个花钱大手大脚，但是我看中她什么什么。爱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爱那根本就不是爱，多油腻。第二个，这个男孩子他一定知道他的女同事对他是有好感的，人女孩在短信里就明摆着说了，我对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我能害你吗？难道我不是对你好吗？
那我明知道一个女孩对我是好的，我还要把我和我女朋友什么给她买化妆品，给她去买包包，我还要把这些事情去告诉一个喜欢我但没有得到我的女孩，你不觉得她很残忍吗？她这件事情不光是对你残忍，她对那个女孩有尊重吗？一个在她心底深处对于女性的爱没有珍惜尊重。我知道我不喜欢那个女孩，但她喜欢我，我也很感谢她，然后我也不会去伤害她，我更不会去利用她。这是一个男人真正的一种情感。他还利用那个女孩对他的喜欢来让你吃醋，我都不明白他哪来的勇气去跟那个女孩借钱给自己的女朋友去买化妆品。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站在那个女孩子的角度上想一想，多悲哀。而这个悲哀有那个女孩自己的问题，但是你男朋友他没问题吗？凭什么又让你伤心、吃醋、不安、忐忑的竞争的这种状态，又让另一个女孩有如此大的羞辱感？所以你要知道，你今年才22岁，要有很多面对说如何识人悦人的一个成长的经验，甚至是挫折性的体验。但是姑娘一定不能那么幼稚的去看待感情。一个人连对异性基本的尊重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他也不会真的懂爱。你说一女同事那么明白的跟你说你女朋友的坏话，你还能跟她保持这么好的朋友关系，那你说你跟谁的关系更近呀？爱情可贵的地方不就在于唯一性吗？一个人天天跟你念叨着你女朋友的坏话，说她就是图你钱，她就是怎么怎么样，这人我不应该远离他吗？因为我跟我女朋友是认认真真在一起谈恋爱，你诋毁我女朋友，你不就在诋毁我吗？所以你怎么可能不明白？你太享受这种感觉了，让这两个姑娘在争夺，她们这种的在抢夺的过程当中给你带来的这种刺激和你的价值的体现感，你的满足感是至高无上。你觉得这边这个女生每天都在向你一直抛出橄榄枝，然后那边的女生每天疯狂的吃醋，你太享受这种感觉了，所以你心知肚明，你们这就叫暧昧。他们两个人对你而言都是证明自己价值的工具而已，你真正谁都不喜欢。这个女同事能经历你的前女友，还能再看着你去找到下一个女朋友，都不选择她，她依然能在你身边，你觉得是因为喜欢你爱你吗？只是因为没得到不甘心。姑娘，你也享受这场游戏，你只不过也在同样寻找证明自己价值的方式和证明自己魅力的方式，你在比赛呀，看谁能争得到这个男人，看谁能先跑到终点。但问题是没有爱比啥呢？你们都是输家呀，拿自己的人生开玩笑，拿自己的青春开玩笑，这不就是在浪费宝贵的人生和青春吗？没意思，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努力的工作吧。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这个状态没啥继续在一起的必要，都各自好好努力工作吧，找一个真正爱的人。记住，爱它一定是有唯一性的。谢谢莎娜老师。来，帮帮团的老师们，我觉得男孩其实你都明白，但是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在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我想跟女孩说，你很好，你值得拥有更好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感谢这个女孩，是因为有这个女孩可以让你看清楚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感情的世界里3个人挺挤的，你转身离开，成全他们，然后让那个女孩也感受一下她的生活里还有另外一个女孩，你赢了。作为广电帮帮团呢，我想帮帮女孩吧。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她跟她的同事，他们如果能在一起，他们早就在一起了，就是你真的不必那么在意。其实是你的男朋友在你面前给你树立了一个假想敌，让你在不断的猜忌和吵架中
觉得他很优秀，被别人追，让你有危机感。所以呢，我觉得最好的表现就是无视，无视他，看他表演。今天其实你们要考虑的是，这2年的感情是因为你们真的相爱，还是因为这个感情的复杂性？就好玩儿，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物件儿。这个基本就属于男生，你把自己变成了物品，让2个女人争，你是物品吗？同时你也把这2个女人变成了物品，像2个小玩偶玩具。来，你们俩斗一斗，多有意思呀！不好，自己考虑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我觉得我确实没有把握好我和这个女同事之间的一个尺度吧，然后确实也不确定是不是真正的喜欢，可能也是存在一些，就像老师们说的是拍卖呀、竞争啊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确实你需要好好考虑考虑。那你都这样说了，而且刚才问你喜欢我什么，你也没有说。之前你说觉得我可爱啊，觉得我漂亮，然后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还有你跟你女同事也是，可能你就是知道，但是你就是在那儿装不知道，你就是想脚踏2条船。哎，话说清楚反而就好了。谢谢2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预测一下，博红兄。很显然，男生对这个女生没有那么爱，所幸是这个女生今天已经看清了这一点，男出女不出，都不出，男的还别出来了。我觉得可能都不会出来了吧，双不出。你开门。觉得这个结局挺好，就是对于他们来说认清了这2年的感情，可能从最初的喜欢，到不确定之后想试试尝试的占有，所有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我恰恰觉得2个人理性的选择分手，是对这段情感最好的一个纪念。祝他们分手快乐。